直到我们再往前推到了周朝，记载才发生了变化。周朝的第5代天子周穆王一生喜欢远征探险，他手下造父还特意进贡了8匹日行千里的骏马。在他67岁高龄的时候，命造父驾8匹骏马从洛阳开始出发，一路西征至昆仑山，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饮酒作客。注意这里的西王母，因为它是昆仑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《山海经》和《淮南子》中的记载昆仑山是百神之所，也是西王母的修仙之地。西王母长得非常奇怪，是人手抱身，2只青鸟侍奉在左右。这是关于昆仑山和西王母它最早的记载。可同时期出现的神话呢，比如黄帝大战蚩尤、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等等，这都和西王母有破不开的关系。那么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的那个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呢？古籍中记载，古昆仑距古中国大约是46万里，周穆王驾车走了1年，但周朝的1里约等于现在的410米，算下来大概走了19万公里。那么19万公里去哪里呢？周朝距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，而3000多年前世界上存在的古国只有古印度和古埃及。如果要是去印度显然用不上走上1年，所以从距离和时间上来判断，昆仑山很有可能是在古埃及。大家看完视频来主页粉丝群领取玄学的课程和笔记。中国距埃及的直线距离呢7500公里，但是古代呢并没有高速公路，所以从中国跑到埃及走了19万公里也并非不合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地图的描绘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昆仑山呢是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曰昆仑之丘，有神人面虎身，有纹有尾。经过对比，我们会发现记载中的西海很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地中海，因为埃及刚好是在地中海的南边。流沙呢指的应该是阿拉伯沙漠，是流沙之滨。赤水和黑水呢则是尼罗河与红海，因为尼罗河它每年到7月份都会携带泥沙而变成黄色，这不就是赤水了吗？我们再来看原文的记载，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。我们注意这里并没有用昆仑山，而是用昆仑之丘。丘这个字在古代呢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小山，一个是用石头堆起的坟墓。用石头堆起来的像是小山一样的坟墓是埃及的哪里呢？那不正是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吗？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，说昆仑山旁边有一位神人，人称是帝母，而这里的帝肯定不是皇帝，因为西王母和皇帝是同一时期的人物。那么西王母口中的帝父会不会就是埃及的法老呢？今天这个话题颠覆了所有人的三观，因为我们这个宇宙是虚拟的，而灵魂它反而才是最真实存在的东西。首先我们先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中竟然就有了记载。所以很多欧美的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的老子才是自然科学的始祖。比如《道德经》里25章说到，有一个混沌复杂的东西，它甚至比天地还要早出现，它寂静无声，虚空无形，它独自存在，从来不改变，是万物的母亲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姑且称之为道吧；怎么形容呢？就姑且称之为大吧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我们以后再说，因为它隐藏了一个非常恐怖的语言。看完视频呢，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玄学的课程和笔记。那么这个道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是怎么创造宇宙的呢？道德经第40章说，凡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，万物天下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这几句话呢，在不同的场景有了不同的解释。在解释宇宙的形成之时可以理解为物极必反。老子推算说，这一切都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，而最开始是从虚无中诞生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诞呢？很有意思的是呢，一些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如此玄幻。天文学家猜测，我们这个宇宙诞生过一次大爆炸，我们现在的宇宙呢还在不断的膨胀。那为什么发生了宇宙大爆炸呢？之前的宇宙又是什么样呢？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一片虚无，唯独只有真空0点能的能量，也就是这种能量构成了无法解释的奇点。大约在137亿年前这个点突然爆炸，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宇宙。
至于它为什么会爆炸，没有证据，只是猜测起点的某一种势能的平衡被打破了，在一个本来一片虚无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起点，这个起点突然一瞬间产生了这个宇宙的物质。起点它是无限小的，甚至可以我们理解成它根本不存在，这简直是比魔法还要神奇啊！不管是道德经还是宇宙的大爆炸的理论，都是在讲一件事，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充满物质的宇宙，就是从原来夏朝真的存在。上一集我们说了，青海省喇家村的遗址记录了大禹治水的存在性，而夏朝的存在呢，是我国铁打的事实。但是西方的学术界他却普遍的认为，只要没有发现挖掘出的遗址或者是文物，这些记载就只能当作神话来看。就比如说特洛伊，特洛伊呢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，近代人一直认为这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地方，包括所谓的特洛伊之战、木马屠城都是编造出来的。直到考古的爱好者海因里希·施里曼在19世纪后期的土耳其找到了这个古城的遗址，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，这才算是证明荷马史诗不是编造出来的。特洛伊战争呢也是真实发生过的，而大禹治水也是同样的情况。在4000多年前，那场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大洪水在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存在的证据，也有人怀疑过大禹是否是真实存在过。如果大禹的身份存疑了，那么大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夏朝也自然让人心生存疑。直到时间到了1960年，河南发现了规模大的古代城市群，也就是被我们称之为的二里头文化。发现的文物里面有青铜器、玉器，考古学家认定这些青铜器制造的年代就是夏朝的年代。还有2个已经确定的大规模的宫殿，结构相当之复杂，属于夏朝晚期的建筑。这样来看呢，大洪水和夏朝在考古的事实上也有了证据，而喇家村的遗址发现直接将大洪水、黄河、大禹、夏朝这几个关键的元素都串联到了一起。黑人其实早就在《山海经》中有所记载，劳民国在其北，其为人黑，亦曰在毛民北，其人面手足尽黑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黄种人，那么《山海经》中写的这个劳民国是不是就是描写非洲的黑人呢？《山海经》中所描写的地理已经写到了美洲的山脉，这个已经被美国的历史学家给验证了，十分的精准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来推测《山海经》里还有非洲的部分。那么早在4、5千年前，古人是怎么跑遍全球的呢？可能《山海经》的初稿它真的是出自于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更早的时间，当时的大陆呢还是一块没有分解的时候，也有可能在古代有很先进的文明科技，后期呢有种种原因便消失了，然后人类呢又开始重新发展文明，直到我们现在的今天。其实《山海经》隐藏着诸多的谜团，有人说它是一本志怪小说，古人幻想出来的。但是经过几千年的验证呢，我们都低估了古人的智慧，就像《易经》它囊括了整个宇宙变化一样，阴阳五行64卦的奥秘可以准确的推测我们一生。大家感兴趣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《易经玄学五行》的课程和笔记。